好，朋友们好，点关注公众，好玩具不停更。之前非常喜欢的这个 D1 工作室的第二弹啊，这个属于潮流人偶的 D1 工作室的第二弹，这个叫牙仔，那么终于是大货出来啊，补款到了手上了。那么继上次第一弹的这个小黑脚啊出货以来，可以说是小黑脚应该是前年底去年头啊，那么时间属实是也稍许的漫长啊，基本上是1年多一点的一个时间，那么才会真正的出货啊。不过稍许这个长的时间，也是说明这个厂家非常的用心，做了很多的这个调试啊。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一一来看一下啊。这次定的是一个官方说的这个失控版啊，也就是双素体的一个版本啊。那么外包装的话，这个双素体的话，用了一个这个横截面，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盒子了，一个筒形的一个盒子了啊。还是如此的这个走的极简风啊，没什么太多的可以讲的啊。那么但是这次非常之幸运的是啊，抽到了限量的真签名卡啊，马年典藏啊，我们可以看到啊，199体的真签名的限量签名卡啊，金色的马币啊，那么有一段比较中二的这个介绍了啊，还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设计的图绘。那么然后一共分成三层吸塑啊，一层这个武器啊，然后一层这个本体和手型，然后一层这个变散尸形态的内容物啊，那么然后附带这个说明书啊，介绍了一些售后啊。那么基本上拆出之后，第一件事先拿着这个说明书看上一遍啊，了解一下基本暗藏其中的一些把玩时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都囊括在这个简笔画当中了啊，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还有额外的这个手腕和脚踝的这个备用键啊，然后这个屁股是这个武器的这边啊，安插特效键把这个拔下来啊，然后电池的一个绝缘片啊，放到一边。那么还有这个可动眼的调节棒啊，一头是磁吸啊，一头是磁吸，可以点亮1下常亮，2下呼吸啊。电池从这里拔下来啊，一开始漆面有所粘连啊，需要慢慢的左右摇摆搓一下啊。那么3下关闭啊，然后棒子上面也刻了 D1 的刻线啊，那么然后快速的介绍一下所有的内容物配件啊，主打的大斧子啊，这个自带回弹的把手，整体的有一个失控版的血字涂装啊，这个绷带涂装等等啊，那么除此之外没什么可动，就这里一个回弹啊，这个斧子的话很大的一个比例了啊，然后匕首啊也是有血字，那么然后这次比较特别的一个，这个是纯软胶啊，然后可以给这个散尸头墨西哥散尸头带上啊，后面一个插扣啊，这个头的话可动眼就是手动的外部调节啊，因为这个珠子的一个合模线啊，所以啊在一定角度会有卡顿啊，只能朝一个方向某些角度，所以说是不是很舒服啊？那么这一点的话是一个点啊。松紧程度的话偏松，方便调节是没问题的啊。可动的下巴啊，那么其他就是还做了一个脖子的带球冠啊，也是为了给你其他可以素体可以安插一个变成做成头雕啊，这点是不错的。那么后面还有一个链子啊，那么有点像脚铐的这个感觉啊，那么然后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挂饰啊，这个里面我们给了一个这个活动扣啊，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设计啊，这颗头雕的感觉啊。那么然后加上这个头的可动眼，那么再加上1、2、3，相当于是4个可动眼啊，4副可动眼的一个头雕面雕啊。那么这个啊，还是败北的一个表情，鼻青脸肿啊，牙齿也，不过可能本身就缺牙啊，门牙很尖很飞，所以可能就叫牙仔啊。这个表情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和本身的这一副面雕啊差不多啊，2副都是各具特色啊。这边是很得意的表情这个磁吸的面罩啊，整体的用料都是比较软的，包括2个特效键，包括本身啊。那么有没有什么可动啊？目前看是没有，所以不要拿着乱掰啊，以免断键啊。磁吸还是很方便啊。那么这次的话，
就说到重点，就是这次的等等的这些方面的把玩呀，等等的用料啊，关节的优化，等一下再说啊。先介绍完所有的配件，还有一把这个小斧子也是有血迹啊，时空版啊。那么这个后面有2个扣啊，你可以插小匕首啊，插这个小斧头都是可以的啊。那么然后3个小包都是一个真的口袋啊。那么但是也好像装不了什么附带的这些配件啊。那么然后就最后看这个手型啊，手型就一共首先是2对一对握拳和握持啊。涂装还是不错的啊。除了2对握拳握持，那么就是可以看到左手比较丰富啊。左手一共是一个大拇哥啊，然后一个很潮的手势啊，然后一个开山造型手啊，左手。那么右手是一个笔叶啊。那么这个字母上圣线的这个字喜的话是比较的随缘的啊。可以看到每一个手型的这个圣线字喜都是比较随缘的啊，这个也比较自然啊，无伤大碍。那么然后就是这次的这个散失素体啊，我们就一并来说这次整体比起这个我们拿出小黑角啊放在后面 ，D1 的很多东西都带磁吸啊，所以说是配件放在一起相互的吸来吸去的啊。那么首先之前的这个小黑角这个整个素体啊非常的硬啊，它是用了一种这个用料不是普通的 PVC 啊，是非常硬的那种，有点像那种象牙质感的那种感觉啊。那么这次的用料塑料这个可以看到软胶啊，这个大腿零件啊，这个包括三角裤衩，包括上半身躯干啊，都是很软的一个用料啊。那么关节也是没有之前的深色啊。那么因为它没有鞋啊，所以我拿了一个 C4 的这个鞋勉强的塞在里面啊，也没有明显的卡扣啊。那么就比之前的小黑角在素体方面更方便把玩啊，包括这次用了2个素体都是一个可以简便的插拔小臂的一个设计啊，这点是 OK 的啊，这个设计是在把玩上是非常的方便的啊。那么这次甚至是有些时候插拔手型都不需要吹热风了，小黑角是不可能的啊。那么然后头雕说到重点，就这次的头雕也是磁吸啊。那么下面是一个球冠这个零件下面然后这个也附带了额外的开展手就不拿出来了啊。那么加上这个磁吸的转动然后再加上这个下面的一个球冠所以头部的一个可动还是比较可观的。再加上脖子根是吧？这个那么球冠随便转下面2段那么然后头部的结构磁吸拿下来以后，先把天灵盖拿下来，磁吸在上面可以看到那么然后前后的一个结合那么这次设计的就是对于把玩上面还是非常的方便可动员的调节就非常的好调节了OK， 可以看到结合的是比较松但是结合上以后，在磁吸上那么它就没有问题了是这么一个设计这颗头的话，整体的颜色偏深，然后还可以OK， 那么接下来的话，配件全部介绍完以后，进入到这次的重点。那么抛开这个散失我们来看一下对比那么把这个配件龙头拿下来放到旁边主要配件的一个对比那么我是觉得D1从设计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的两者相比较那么把这个滑板额外配的给它拿走从设计上，无论是本体还是配件我觉得都是第一版小黑角要更加之精彩而且精彩的不是一个层面精彩非常好几个档次无论是首先从本体这个头这个头型这个眉毛包括眼睛，包括这个创可贴虽然这个牙仔刻画更丰富，更这个工艺更进步涂装等等都更好包括肤色的一个质感可以看到，包括用料的一个质量可以看到工艺方面无疑牙仔提升了非常之多就可动眼都不谈了对吧？但是在设计层面抛开这个衣服布料不谈设计层面我觉得那么小黑角无疑是更在上面几层楼的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翼肢再看到这个包括配件的龙头，配件的这个小蜥蜴别看它这么小但是这个
但是它的有趣程度啊，我都觉得和这个散石头啊都是一样的分值啊。可以看到两者都是有一个叉叉眼啊。那么所以说是这个有趣和这个成本预算啊其实并无关系啊。总的来说就是这边小一角，从设计层面啊，抛开它的头雕啊，那么这个绷带啊不对称的一只，然后这个龙头，然后这个小蜥蜴啊，包括它的靴子我都是比较喜欢啊，我就觉得很好看啊。但是这边的鸭仔，我觉得除了这个墨西哥赛狮头啊，其他的配件啊，我就觉得和这些啊这个差距就很大。这个大斧子啊有灯效啊，有特效键啊，有这个可动机构回弹，但是并不能太大的触动我啊，觉得没有太大意思啊。那么这个匕首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是吗？那么然后这个啊，好在带磁吸啊，那么除此之外也让我觉得这个勉强还行吧啊，勉强还行啊。那么然后这个水鞋是吧？这个水鞋有点设计，但是不方便啊。这个水鞋是这个牙仔一大败笔啊，就是影响站立啊。那么本身这个它这次用料虽然很软啊，这个关节也不算很硬很紧，但是大转子部位啊，大腿根部啊很紧很紧，虽然是软，但是很紧，又软又紧的那种感觉啊。那么就本来它这个紧，大腿根部的紧，可能就是为了想让它在特定角度啊，那么站立性是比较稳当啊。但是的话，加上这个水鞋啊，就矛盾了啊，就矛盾了。所以说这个水鞋是一大败笔啊。从外形上来看，我也不觉得有多好看啊，这个我不觉得比这个小黑脚的这个鞋好看啊。那么然后我觉得这个水鞋购置了一点了啊。那么然后从这个布衣上的一个设计，用了一些徽章啊，超英的一个徽章啊，这点是比较好。然后背带扣也比较好，但这个不对称的这个设计的话有点个性，但是从这好看程度来说，我觉得也一般啊。那么然后这个失控版的话，整体成一个黑红配色的话，比较冷酷，比较的这个就是纯往这个冷酷的方向走。那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普通版也是比较好的啊。如果你不需要这个那么多的可玩性和这个双素体的话，那么绝对是普通版这个性价比是非常之高了啊。因为也是这个两副可动眼的这个面雕啊，其他配件也是都有啊，当然还有这个啊。其实我这次失控版我是比较看重这个啊。因为这次所有的配件，你要说除了本体本身啊，我就觉得只有这个三狮头啊有点意思啊。但是比起这个龙头呢，差的还太多了，是吧？第一弹这个299的这个定价啊，你是不敢想象啊。整体的话啊，定价上去，但是定价上去做工啊，工艺等等上去啊，这个是必须的。但是这个配件啊，如果说用399对比299啊，那差距太大。唯一的可比性就是为什么价格提升啊？那么就是2个可动眼的面雕啊。那么所以总结来说的话，整体把玩下来啊，如果说给 D1 一个中心的非常这个，因为其实后续再出的话，可能我一年我也会继续的啊支持下去。那个因为这种6寸大小的一个潮牌可动人偶的话啊，我还是非常的看重 D1 工作室的啊。那么但是给中心的一个建议的话，就是后续啊，我觉得应该更着手一个这个生活化，或者说是各种文化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设计啊，而不是这个武器战斗或者说是战争方向的一个设计啊。配件是武器的话啊，对于这个性质的一个潮牌人偶来说的话，太可惜了啊，它里面没有一个偏重于文化的东西啊。但是小黑脚啊，为什么牛啊？龙头，中国文化啊。那么马年对吧？限量卡上写到，把马年的中国文化特色加进去，你就1年出一款啊，那非常之受欢迎啊。价格再压缩一点啊，不一定要到3张以下，但是压到一个3张半，我觉得没问题嘛，对吧？额外的多余的一些等等的像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啊。然后你建立自己的一个宇宙的话，我觉得整一个的背景故事的宇宙啊，还是我觉得不要着重这条线了啊，不要去着重这个暴力的丧尸战斗的这条线了啊，还是着重这个文化线啊，这个文化线、潮流线啊，浓墨重彩的给它做些设计啊，那么才能把就是你这个D1工作室的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设计，一个文化潮流设计，给它做大做强啊。OK， 那么这次的一个雅仔啊，也就是和兄弟们分享这么多啊，主要的话其实是一个设计层面的东西啊。目前玩下来，我其实在内心深处更推荐普通版啊，因为普通版就比较生活化啊，只不过它也是有大斧这些武器啊，但是它的本体设计的比较生活化，比较文化化啊。
像这种这个的话就有一点点的冷酷，或者说是战斗性这个太强但是本身的一些设计又透露着这个生活和文艺气势很浓，所以就有一点点矛盾的这种感觉给人一种是吧？那么然后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这次替换手腕，它这个有一个活动键手腕那么我觉得这个最好是做死，就像做成这个绷带的这个做成造型键，然后给一个头砖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就是做成一个分键影响这个替换手型的把玩上的舒适感OK， 那么这次的D1工作室第2弹牙仔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那么也希望喜欢这个D1工作室的兄弟们后续的话也可以抱以期待继续的支持。好，点关注公众，好玩具不停更，下期再见。